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新川的从容镇定，在听到张云欣的名字时，终于露出了破绽。他眼神闪烁了一瞬，虽然他很快就努力找回了冷静的分寸，但这异常的反应却没有逃过我的眼睛。不等我开口，新川选择继续装傻。张云欣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国了，是吗？我没心情再陪他玩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，毫不犹豫地拆穿了他。可我怎么听说他回来的那天是你去机场接他的？面对我的质疑，新川一时哑然。白色的小药瓶还捏在他的手里，他就算是再蠢，也应该清楚，他这次是真的糊弄不过去了。他知道我不是那种会因为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无理取闹的性格。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了足够多的事情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这么大摆阵仗地提审他？最终，新川还是放弃了抵抗。对不起，安安，我不应该骗你的。你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我直截了当地问他。新川直视我的眼睛，向我坦白：我承认，我一开始就知道张云欣回国了，但我会去接他，是因为他带的团队跟我们公司有项目合作，并不是其他的原因。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就是怕你会胡思乱想，生我的气。怕我生气就可以骗我吗？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我承认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做好，我向你道歉。只是这样而已。我的眼神再一次落在他手里。这样，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要是我托张云欣拿的。新川不假思索地承认道，这是他们团队负责研发的新品。目前来说，比市面上所有种类的安眠药都更安全，所以我才会托他帮我买。安全？听到这个字眼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冷笑一声。新川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笑，仍在继续向我解释：安安，你相信我，除了托他买药，我和他之间真的没有什么。我会买这个药，也真的只是想让你能睡个好觉。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你总是熬夜失眠，我很心疼。新川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已经把这药带到医院里去请大夫看过了。大夫告诉我，这不是普通的安眠药，一旦吃多了会有致命的危险。我实在听不下去新川的狡辩，直接打断了他。事到如今，你就不用在我面前演戏了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只是想跟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无论你是想跟我离婚也好，还是存在着其他心思，只要你大大方方地说出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离婚？安安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怎么可能会跟你离婚？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俩几乎没有吵过几次架，谁也没有提过离婚这种事。新川的情绪突然一下子变得有些激动，不知道是因为我戳穿了他的心思，让他恼羞成怒，还是别的原因。我抿了抿嘴，没有说话。不得不承认，离婚这件事情于我而言也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。尽管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才向新川摊牌，可当我说出这些话时，我还是控制不住地红了眼眶。我知道自己如果继续开口，一定会露出掩饰不了的哭腔，所以我不敢再说话，尽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。而新川还在信誓旦旦：安安，我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对你撒了谎，是我考虑的不妥，是我做错了。但是这件事肯定有什么误会，这药它就只是普通的助眠药而已，绝对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。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找张云欣确认清楚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别相信医生的话，而是应该相信你和你念念不忘的白月光？我再次失笑。什么白月光？听到我这么称呼张云欣，新川眉头紧锁。安安，都已经这么久了，难道你还怀疑我对张云欣有感情？如果不是做贼心虚的话，你为什么要说谎骗我？我真的只是怕你会多想。事实证明，我想的还不够多。我看着那药瓶，我是真的怎么都没想到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，居然会偷偷在我的水里下药。新川，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你到底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在我发现你一直对我撒谎，甚至还瞒着我在我的水里下药之后，我应该觉得你是什么人？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。
我不知道你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究竟跟你是怎么说的，但这个药它绝对不是毒药。退一万步说，任何一种药物吃多了都会有致命的风险，这难道就能说明让你吃药的人就是想害你吗？你可真是会偷换概念。无论现在新川对我解释什么，我都完全听不进去他说的任何一句话。我已经在心里认定了他是一个满口谎言的骗子。从他决定要对我撒谎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彻底失去了我的信任。我们俩的争执到此时此刻终于达到了无法缓和的白热化。满桌的美味佳肴从端上桌来就谁都没有碰过一下，一开始喷香诱人的牛排放到现在早就凉透了，看起来硬邦邦的，叫人怎么也提不起胃口。冷静了一会儿后，新川又开始向我道歉。他说他不应该骗我，但他却怎么也不肯承认那个白色小药瓶里装的东西是致命的毒药。新川也许还以为这一次也能像以前一样，只要他先低头认错，再哄我几句，我消了气就能原谅他，一切重新恢复如常。可是这一次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不可能再像往常一样相信他了。无论那白色的小瓶子里装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问题，它现在在我眼里都是足以致命的毒药。真正毁了我和新川之间的信任和婚姻的，不是那瓶药，也不是张云新，而是新川口中一个又一个的谎言。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。我打断了新川道歉认错的话。听到这一句，新川眸色深凝。安安，我说了那么多，你还是不肯相信我。从你决定向我说谎的时候起，你就应该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，是你自己一点一点摧毁了我对你的信任。我没有再给新川开口的机会。总之，今天开始，我会搬到外面去住。一定要这样吗？看到我的决绝，新川清秀的眉头紧紧拧在一起，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几分嘶哑的声音。认识新川这么久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这样无助的表情。这个男人从前总是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他。无论是上学时候那些复杂的学术论文和困难的游戏副本，亦或是毕业后通宵达旦的工作和刁钻难缠的客户，有时他也会因为一些棘手的事情向我撒娇似的抱怨几句，但他总是很快就会有办法解决那些困扰着他的问题。曾经，他在我心里就像是电影里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，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把他击垮。可是现在我却在他脸上看到了那样颓然无力的神情。他好像再也不是我深爱的那个永远意气风发，在球场上对我招手的少年了。我不想再继续和新川待在这里了。尽管我不愿意承认，但他此时的模样真的让我感觉十分难受。我很想开口安慰他，或是上前抱一抱他，但我仅剩的理智告诉我，你尽管心疼他，以后可没有人会心疼你。在我的理智还能控制住自己的时候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这个地方，至少不用面对他，我还能够清醒一些。可当我起身想走时，新川却又开口叫住了我：“安安，你不用搬出去。我说过，你好好留在家里，我会搬走。”我以为新川还想继续挽留，正没好气地想要反驳他，却被他抢了声。他抬头看着我，一双好看的眸子里不知何时布满了红血丝。你一个人住外面不安全，也不方便。家里什么都有，你乖乖待在家里。你放心，在你愿意见我之前，我会一直住在公司，不会回来打扰你。你要是不相信我，可以把大门的密码改了。新川语气诚恳，只是他说话时似乎每一句都费尽了极大的力气。触到他的眼神，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攥紧蹂躏，痛不欲生。我没有回答他，转身头也不回地从餐厅落荒而逃。坐上出租车，司机问我去哪，我报了家的地址。新川当晚果然没有回家，他住在公司，晚上给我发了微信。像平时出差一样，他用小视频拍下了公司里的环境，证明他没有骗我，没有偷偷去别的地方。我没有回他，这样的报备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我抱着电脑，
浏览器里是搜索离婚协议的结果。我记得我年少时看过一本张爱玲写的书，书上说，婚姻是一袭华美的袍，上面爬满了虱子，爬满了虱子的婚姻，不要也罢。我决定跟新川离婚。我想，现在看来，这也许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。走到了这一步，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和方式能够让这段婚姻继续下去了。虽然我不知道新川会不会同意我离婚的要求，毕竟他向来是一个对自己十分严格的人，从不允许自己的身上出现任何的污点。而离婚这件事情，无疑会是他人生中一个永远也擦不去的巨大的污点。也许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才会宁可在我的水里做手脚，也不肯直接提出要与我离婚。我一边研究着离婚协议该怎么写，一边还在不自觉地回想着今天与新川的谈话。我总觉得事情好像还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。在我离开餐厅之前，新川最后那副憔悴无力的模样始终刻在我的脑子里，挥之不去。我在想，如果他真的已经不在意我，不在意这段婚姻，他为什么会是那样的表情？仔细回想着这一整天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我又想起在张云新手机里看到的聊天记录。那短短的几条聊天记录，根本就不能证明新川和张云新之间有什么逾矩的关系。可要是他们之间真的不曾旧情复燃，那新川又有什么理由要害我呢？所有的猜想在这时突然全部被推翻，根本不成立了。但新川一再对我说谎也是事实。除了张云新回国这件事，还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他这些谎言和反常？难道他说谎真的只是怕我会多想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是一个善妒的人。结婚这些年，我和新川之间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猜疑。如果他真的问心无愧，大可以对我开诚布公，而不是遮遮掩掩。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说话，究竟是为了掩饰什么？除了张云新，还有什么能值得他不惜绞尽脑汁对我编织谎言？等等，我忽然想起来，在张云新手机上看到的聊天记录里，除了那几条消息之外，还有几条语音通话记录，大约每天一次，时间都是在新川工作期间，每次通话时长3-5分钟左右。通话的内容不会像消息记录一样保存下来，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，谁也不得而知。而这短短几分钟的通话记录能证明什么？我思绪万千，脑子里像是有2个小人在打架。一个小人告诉我，这么短的通话记录根本说明不了什么，也许他们只是在聊工作而已，是我想太多了。另一个小人又在耳朵边叫嚣着，有什么工作需要每天都打电话聊？谁也不知道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。也许聊天记录之所以这么干净，就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每天都会清理，只留下不会让人怀疑的部分。2个小人各执一词，差点就要在我的脑袋里打起来，扰得我一阵头疼。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结婚这些年，我早就习惯了身边有新川的陪伴。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家里，我不免有些害怕。偏偏这是个台风天，窗外狂风呼啸，电闪雷鸣。即便我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，窗帘也拉得不透一丝缝隙，但还是能听到嚣张的大风用力拍打窗户的重响。我害怕地蜷在被子里，用温暖的被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。被子上还有新川的味道，眼泪莫名其妙又掉下来，直到浸湿了枕头，我才发现，我知道自己很不争气。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可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他。我想起我们在一起之后的第1个台风天，那时我们还没攒够钱买房子。同样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出租屋的窗户斜着一条和不严实的缝隙，狡猾的风总是会从缝隙里钻进来，发出凄厉的嘶嘶声。可我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害怕。我记得那天我和新川正蜷在沙发上看电影，开心麻花的喜剧，凄厉的风声完全被我们俩的捧腹大笑盖了过去。后来我对那个台风天的印象只剩下沈叔叔在电视里撸起袖子对我说：“你过来呀。”一切都还记忆犹新。
我和辛川近7年的感情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，我至今仍如数家珍。可我记得的越多，就越觉得委屈。我不明白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我的婚姻最终还是会走到这样的绝境？窗外一阵电闪雷鸣，盖过了我捂在被子里的嚎啕大哭。等我听到手机在床头柜上震个不停时，我已经放肆地哭完一场，2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。我拿过手机，是辛川打来的电话，已经有4个未接了，这是他第5次打过来。我把手机放在耳边，听到他焦急的语气：“安安，你怎么不接我电话？你现在在家吗？”“我不在家，还能在哪？”我话里还带着气。可辛川却先听出了我嗓子里哭过的沙哑。“安安，你哭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打过来到底想说什么？”我有些不耐烦。辛川犹豫了片刻，外面下了很大的雨，一直在打雷，我怕你一个人在家会害怕。安安，我现在回去陪你，好不好？你想多了，我不害怕，更不需要你陪我。我嘴硬不肯承认自己害怕，可是从房间一直亮到厨房的每一盏灯都出卖了我的胆小。更不用说辛川，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早就知道我的胆子还不够小指甲盖那么大。但他并没有拆穿我，只是对我说：“好，你不想让我回去，我就不回去。”哦，我正想挂电话，又听到他继续说：“可是，安安，我现在一个人有点害怕，你能不能不挂电话，陪我一会儿？”辛川说他害怕打雷，傻子才相信他的话。像他那种去玩重孔密室都能冲在第1个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害怕几道雷声？我知道这又是他撒的谎，但这次我没有戳穿他，正如他刚才没有戳穿我。我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把手机打开扩音，轻轻放在他的枕头上。得到了默许，辛川并没有得寸进尺。他知道我现在大概不是很想听到他的声音，所以一句话也没有再说，静静地待在电话那头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他噼里啪啦在电脑键盘上打字的声音，这声音我很熟悉。每个周末的上午，我都能在睡梦中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是他坐在我旁边抱着电脑回复工作邮件。电话里的键盘声让我觉得很安心，不知不觉就来了一阵困意。我翻了个身，准备就这样睡觉。可过了一会儿，我细细听着电话那头的动静，却又好像有些不太对劲。混杂在辛川敲响键盘的噼啪声里的，还有硕大的雨点拍打玻璃的声响。因为我这边也正在狂风暴雨，刚才没仔细听，根本分不清雨声究竟是从电话里传来的，还是窗外传来的。我又竖着耳朵听了一阵，很奇怪，辛川现在明明在办公室里，他那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雨声，就像雨点直接打在他旁边一样。而且这声音让我觉得很熟悉，好像是在车里。我跳下床，小跑到窗边，偷偷把窗帘掀开了一角。楼下一排停车位上停满了车，可窗外倾盆大雨遮住了我的视线，我看不清其中究竟有没有辛川的那一辆。我仔细看了一会儿，其中正对着我的窗户的那辆车上，有一阵暗光隔着玻璃在雨幕里若隐若现。此时已经是凌晨2点，除了辛川以外，我想不到还有谁会这么晚坐在车里不回家。没来由的，我眼眶又湿了。看着车里的那道暗光，我一时心软，很想让他上楼来。已经这么晚了，外面天寒地冻，大雨滂沱，我却让他孤零零地待在车上回不了家，不免觉得自己有些恶毒。可是我对着电话却怎么也开不了口。我脑子里乱糟糟的，一直想起那白色的小药瓶，还有那天在咖啡厅听到辛川和张云欣2人说的那些话。不，我再次告诫自己，绝对不可以心软。我咬了咬牙，不再看他，拉好窗帘躺回床上继续睡觉。许是知道他就在楼下，我心下的安全感又多了几分，睡得更快了些。我一定要弄清楚辛川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为此，我从网上找了一个私人侦探。以前我看电视的时候，总觉得那些雇人跟踪自己丈夫、搜集丈夫出轨证据的女人很可悲。没想到有朝一日，我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可悲的女人。
还真是艺术照进现实。自从那天在西餐厅谈话后，新川已经3天没有回家了。虽然他每天都打电话给我嘘寒问暖，但是我一次也没有松口。第3天，私家侦探给我打电话，说他拍到了一些东西。我驱车赶到侦探事务所，对方把一大堆照片摆在我面前。江小姐，这几天您的丈夫都在和同一个女人见面。我看了看照片，不出意外，私家侦探说的那个女人就是张云欣。照片拍了很多，有他们坐在上次见面的那间咖啡厅里，或是坐在新川的车里，又或是在新川公司附近。其中几张照片看起来两人的举动十分亲密，虽然没有直接牵手拥抱，但是足以称得上是暧昧。比如我现在拿在手里的这张，两人站在新川的车旁边，张云欣几乎整个人都靠在了新川身上。新川刚决定跟我分居，就迫不及待的每天都要和他见面吗？还真是一对热恋中的小情侣。看着这些照片，我仿佛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脑子顿时清醒了许多。现在想想，我那天在张云欣手机里看到的聊天记录，大概不过是他们的障眼法罢了。如果妈妈的车祸真的是他们蓄意谋之，那当我以伤者家属的名义联系张云欣的时候，他又怎么会不知道约他见面的人是谁？答应和我见面后，他肯定会把这件事第一时间告诉新川，和新川商量对策。这样一来，在新川收到我以张云欣的名义寄给他的蛋糕时，以他的聪明，一定能猜到这一切都是我故意设计来试探他的局，所以他才会刻意用疏远的口吻给张云欣发那些消息，因为他早就知道那段时间张云欣跟我在一起。我不禁苦笑，我本以为自己步步为营，心思缜密，没想到其实我早就掉进了新川不好的局里。想起几天前那个雨夜，他坐在车上苦苦在楼下守了我一整夜，这么做大抵也不过是为了哄我相信他的深情罢了。只要我松口让他回家，他就能再找到无数个机会，让我从这个世界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。晚上，我一个人在家，脑子里那些可怕猜测缠绕着我，看着原本应该充满温馨的房子，却空荡得令人害怕。这个房子里充满了我和新川的回忆。当初为了省钱，我们没舍得请装修设计公司，从墙上的墙纸到地上的每一块瓷砖，全都是我和新川2个人亲手完成的。那时候的我，虽然弄得自己满手是伤，但是总觉得自己被幸福包围着，一点都感觉不到疼痛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在几年后的今天，我亲手筑起的爱巢，却成为了将我困在其中的婚姻坟墓。我终于还是无法再继续清醒地待在这间房子里。我随便抓了一件外套就出了门，想找个地方坐一坐。小区附近有一条酒吧街，我挑了一间看起来比较清静的小酒吧，没有驻唱歌手，没有震耳欲聋的低质音乐，店里放着缓慢优雅的爵士乐。我点了一杯烈酒，一个人坐在昏暗的角落里。我百无聊赖地翻着手机，翻看着那些五花八门的短视频，想借此分散注意力，让自己别再去想新川。可惜效果欠佳，无论看到什么，我都总是会控制不住地联想到新川身上。这感觉让我越发烦躁不安。这时，忽然一个人影挡在了我的面前，挡住了唯一一道投向这个角落的灯光。还没等我抬头看清楚是什么人，就听到一个耳熟的声音跟我打招呼：“江岸，真的是你？你是七七的哥哥？”七七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中关系最要好的闺蜜，而面前的男人是她的哥哥。因为他的缘故，我们有过几面之缘。我记得他好像是叫做陈飞扬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在等朋友吗？我刚回想起他的名字，就听他问我。我怔了一下，实话实说，我一个人来的。新川没陪你一起？他加班。自从我和新川在一起之后，似乎不管是谁都习惯把我和他绑定在一起。只要我们2个人没有一起出现，在大家眼里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。尤其是现在，大晚上9点多，一个已婚女人自己跑到酒吧来喝闷酒。
瞎子都能闻到八卦的味道。陈飞扬大概也对我的八卦很有兴趣，他自觉地拉开椅子坐了下来，扫码点了一杯酒，又问我还喝点什么吗？我请客。我挑了挑眉，心想这桌子明明是我的，怎么他倒是一副主人样？但这话我也没说出口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谢谢，不用了。多了一个人说话，我总算可以不用一直想着新川的事情了。于是我也没赶陈飞扬走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聊了起来。我记得你一直在国外工作，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因为七七的事情，上个月刚赶回来。陈飞扬垂了垂眸，表情看起来有些沉重。我好奇地问他，七七出什么事了？陈飞扬没回答，只是挑眉看了看我，眼神中带了几分诧异。看到他这个眼神，我愣了愣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看我。可我转念一想，我和七七之前关系那么好，他出了事情我却不知道，这确实有些说不过去。我有些惭愧，赶紧解释了一句，最近我家也发生了一些事，我和七七好久没联系了。你和新川闹矛盾了？陈飞扬话锋一转，这个问题好像就算我现在否认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已经是最好的答案了。我敷衍地笑了笑，接着刚才的话问他，七七最近还好吗？挺好的。陈飞扬端着酒杯抿了一口，回避了我的视线。见他似乎不是很想接我的话，我也懒得自找没趣。我拿起手机翻了翻，找到七七的微信聊天框里，我们上一次说话还是2个月前他生日的那天。那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约我去参加他的生日派对，然后在微信上发了一个 KTV 的地址给我。现在回想，我已经不太记得那天发生了些什么事了。我只记得自己好像喝多了，第二天一早迷迷糊糊地从床上爬起来，头疼欲裂。从那天以后，七七再也没有发过消息给我。我们平时也不经常聊天，只是偶尔约着一起吃饭逛街。没收到他的消息，我想他一定是工作太忙，也没有主动联系他。现在一算才发现，一晃已经过了2个月没见面了。我打开七七的朋友圈，一片空白，3天可见，有些奇怪。我记得她一直都是个特别喜欢在朋友圈里分享生活的女孩，每天都要发2、3条吃喝玩乐和自拍之类的内容。可现在居然3天没有发朋友圈了。我回到聊天框，打字问她，我刚遇上你哥了。她说你最近出事了，什么情况？消息迟迟没人回复。陈飞扬看我一直玩手机，端着杯子和我摆在桌上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。我有朋友到了，要不要过去一起玩？不用了，你快去吧。听出他要走的意思，我反而松了口气。我实在是不擅长尬聊这件事。陈飞扬点了点头，端着酒杯走了。他前脚刚走，我就收到了七七回复的消息，没事了，只是不小心受了点伤，现在已经好了。严重吗？怎么没跟我说一声？我还以为你最近都在忙。我回他。他发来一个可爱猫咪的表情包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不想搞得大家都担心我。对了，你最近和新川还好吗？我还没回复，七七马上又发来一句。我愣了一下，心里埋怨陈飞扬怎么这么快就把我一个人来喝闷酒的事情告诉他了。我反手打了还好2个字，可犹豫了半天都没发出去。最后我还是没忍住，在聊天框里抱怨道，跟他吵架了。他白月光回国了。都说吵架以后绝对不能找朋友吐槽，不然的话2个人一来一回能骂一晚上，一句都不带重样的。七七说她还在公司加班走不开，只能在微信上云陪聊。我们就这样聊了一晚上，骂新川骂了一晚上，下酒的效率堪比花生米。我原本只是想随便喝一杯就回去的，可没想到一聊起来就没完没了，手边的杯子空了一次又一次。起初觉得这鸡尾酒甜甜的，没什么酒精味，可到了后来头昏眼花的时候，再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喝醉了，醉得彻彻底底。我最后一丝清醒的意识强撑着我在手机上打字发给七七，完蛋了，我感觉我喝多了。你下班了没？快来救我。七七秒回，
撑住，撑住，我让我哥送你回去。”于是，我再次看到陈飞扬的身影挡住了我面前的灯光。陈飞扬打车送我回家，一路上我意识模糊地靠在车上，虽然已经醉得连动都动不了，但心里却始终紧绷着一根弦。毕竟陈飞扬和我关系并不是很熟，就算他是七七的哥哥，但在我这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接触不多的异性，我不可能对他完全不设防。不过，事实证明，我大概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陈飞扬全程完全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，下车后也只是轻轻扶着我的胳膊，确保我不会摔倒。尽管我走得歪七扭八，他也视而不见。好不容易把我送到了家楼下，我还没说话，陈飞扬就问我：“你自己上楼可以吗？”好像我会强行把他拖上去似的，恨不得马上转头就跑。我摆了摆手，说话含糊不清：“谢谢啊，你快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”说完后他便松开了我，而他刚一松手，我就差点直接拿脸砸在了地上。众所周知，喝醉酒的人是没有什么平衡感可言的。见我要摔，陈飞扬连忙上前扶我，眼看着我的脑门马上就要砸在他胸前。然而，在我落进他怀里的前一秒，一双大手从旁边伸过来，稳稳地拉住了我。“安安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？”听到新川的声音，我顿时都清醒了几分。我眉头一皱，抬头果然看到了近在咫尺的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。我十分抗拒地推开新川，踉跄了几步才站稳。你不是答应这几天都不回来的吗？”我带着酒气质问他。新川看着我醉得满脸通红的模样，又看了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的陈飞扬，有些无奈：“我们上去再说。”说完这句，他一边搀扶着我，一边向陈飞扬道谢：“陈先生，谢谢你送他回来。”虽然是感谢的话，可这冷冰冰的语气听起来完全像是在向对方宣示主权。我很不满意他这么说话，正想开口发作，可陈飞扬竟先不甘示弱：“听说你们闹矛盾了，他今天一个人喝了不少酒，要不是碰巧遇上我，他这样在酒吧那种地方很危险。你还是多对你太太上点心吧。”陈飞扬的这番话落在新川耳朵里，无异于火上浇油。连我这么一个烂醉如泥的人都能看得出来，新川的脸色顿时肉眼可见地沉了下去。一时间，空气中竟隐隐有股硝烟味飘散起来。可我大概是真的喝多了，竟然丝毫没有想制止二人的想法。也许是报复心作祟，我真想看看新川吃起醋来会是什么模样。我将醉就醉，靠在墙边闭着眼，假装打盹。只听新川压着怒意冷声对陈飞扬说：“谢谢提醒，放心，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第二次。”我不知道新川这句话指的是不会再让我一个人去酒吧，还是不会再让陈飞扬靠近我。总之，他的语气里敌意满满，仿佛已经认定了陈飞扬对我图谋不轨。可明明人家只是受七七所托，好心送我回家而已，这么一点小事就让他妒意大作。他自己呢，整天和白月光甜甜蜜蜜约会，还非要嘴硬撒谎说是工作合作关系。男人啊，真是拙劣且双标。我本来是想装醉，让子弹飞一会儿，可我忘了我是真的醉了。眼睛刚闭上，意识就开始模糊不清。我都不记得昨天自己是怎么靠在墙上就睡着了的。第二天睁眼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了，头疼的像是要爆炸似的。我赶紧起来给自己泡一杯蜂蜜水。家里还是空荡荡的，新川不在，但我看到他的外套随手扔在了沙发上。新川这人稍微有些洁癖和强迫症，平时衣服总是好好的挂在衣架上，会这么随便扔着，一般是着急出门或者别的事。换作是以前，我一定会帮他好好收拾，送去干洗。可现在，爱谁谁。我端着蜂蜜水往沙发上一摊，打开电视，让家里有些热闹的动静。我尝试去回想自己昨天晚上怎么会喝成那样，还有陈飞扬送我到楼下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。很可惜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只有手机里的聊天记录还在提醒着我，
昨天晚上我和七七到底骂新川骂得有多狠？翻了10多分钟才翻完的聊天记录里，我反复强调着同一句话：这次我一定要和新川离婚。离？我支持你。七七不止一次回复我。坦白说，这种话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。不是有句话说吗？一段多么幸福的婚姻里，都会有200次想要离婚的念头和100次想要杀死对方的冲动。这话没错。尽管在此之前，我和新川的婚后生活也算得上是和和美美，但还是难免会有争吵。每次吵完架，我都会和七七抱怨，跟他说我想和新川离婚。我承认，之前我说那些话全都是气话，但这一次却是真的。我可以接受2个人在婚姻里有分歧、有争执，但我绝对不能接受对方的不忠。更何况，这次的事情已经不是单纯的出轨这么简单了。新川在我的水里下药，我要是再不离开他，那可就真是只要浪漫不要命了。想了想，我决定先找个律师咨询一下关于离婚的事情。我拿起手机，正要上网查，一位现成的律师就送上了门。陈飞扬这3个字从我的屏幕上跳了出来，我都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留了他的电话号码。我接起电话，因为昨晚的失态有些惭愧。喂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晚上实在是麻烦你了。没什么，陈飞扬在电话里笑了笑。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事。听你声音，酒醒了。醒了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昨晚新川没跟你吵架吧？没有，反正有我也不记得了。我看他昨晚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我还担心他会误会什么。没事的，想多了，反正都要离婚了，误会就误会吧。这时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。哎，陈飞扬，我记得你好像是个律师来着。我眼前一亮。陈飞扬被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有些茫然。是啊。怎么了？那你主要都接些什么案子啊？我紧追着问。离婚这块儿，你熟吗？陈飞扬大概也没有想到生意来得这么突然。当他在餐厅见到我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小心翼翼地问：你真要和新川离婚？这事跟我没关系吧？想什么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没忍住吃了一声，又赶紧招呼他：快坐吧，快坐。听我这么说，陈飞扬半信半疑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。我开门见山，我和新川离婚这事应该不难办吧？我们没孩子，共同财产也就房子和车。他是过错方，反正我1分钱都不想分他。你的意思是新川他有外遇了？陈飞扬好奇地问。这些事情换了是别人，我自然不会到处去说。可现在陈飞扬毕竟是以律师的身份坐在这里，我也不好瞒他，只能点头嗯了一声。陈飞扬大概也看得出来，我并不想过多谈起这些，于是他并没有追问。他只是简单直接地向我说明，这种情况你必须先掌握对方出轨的确凿证据，这样才能保证你在法庭上有胜算。当然，我说的是起诉离婚。如果是协议离婚的话，只要你们双方达成共识就好了。说完，他又问了一句：离婚这件事情，你和新川谈过吗？他的态度是什么？他不同意，我直截了当。陈飞扬愣了一下，你是说他不同意财产划分的方案？不是，他不同意离婚。电视里演的，一般男人出轨之后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和妻子离婚，另娶新欢。像这种明明出轨了还死活不想离婚的，估计陈飞扬也没怎么遇到过。我看他表情有些复杂，犹豫了一会儿才继续问我，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起诉。不过你现在手里有证据吗？有。我拿出私家侦探拍到的那些照片，递给陈飞扬。陈飞扬接过看了看，眉头皱起来，不行啊，这些太没有说服力了。这还没有说服力，我指着其中那张张云馨靠在新川身上的照片，他们都贴在一起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先别激动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，但是在法庭上，这不足以说明问题。为什么？像这种照片，
很有可能是抓拍或者错位，法官不会认定这就是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的关系。那要怎么样才行？非得拍到两人接吻开房？我一着急，话说的也很白。陈飞扬脸红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一般来说是这样的，越是能证明他们关系亲密的证据，对你越有利。听到这话，我一时语塞。我太了解辛川了，像他那样性格严谨、一丝不苟的人，根本就不可能会在大街上和人卿卿我我、搂搂抱抱。我跟他结婚这么久，在公众场合最亲密的举动也只是牵手而已。想要拍到他和张云欣的亲密照，除非在他脑门上装一个摄像头。等等，这好像还真的可以。我有办法了！我激动地一拍大腿，吓了陈飞扬一跳。陈飞扬一脸不解地看向我：“你想到什么了？反正你等我好消息就行，你可别乱来。”当然不会。当天下午，我到新川的公司去了一趟。我看你今天出门没带外套，给你送过来了。新川还没下班，我发消息给他，新川马上给我回电话，开口就问：“安安，你来我公司了？你现在在哪？我来接你。”“不用，我带了备用车钥匙，把东西放你车上就走。”“可你今天周五，马上要2点了，你应该要开会吧？我上去也是在办公室等你，还不如先回去。”我没有给新川说话的机会，开口打断了他。新川是个工作狂，对待工作一丝不苟。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公私不分，为了这点小事放着重要的会议不管。果然，新川犹豫了一下，在电话里应道：“那好吧，要不你先去车上等我，我争取快点开完会下来找你。待会儿我申请提前下班，回家给你做饭，好吗？”“不用了，你还是好好工作吧。我只是路过，一会儿还有别的事。”对于新川，我仍旧还是冷漠以对，不能让他察觉到什么端倪。听到我拒绝了他，新川有些失落，话里还带着几分紧张：“安安，你待会儿要去哪？不会又是陈飞扬约你吧？”“当然不是，昨晚我只是偶然遇到他，他好心送我回去而已。”我没好气地回答。见我语气不好，新川不敢追问，只是嘱咐道：“下次你别一个人喝那么多了，很危险。出去太晚的话，一定要打电话让我去接你，知道了吗？”新川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总是一副哄小孩的语气。我以前很吃他这一套，心里甚至希望自己能一直待在他身边，当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子。可惜，我现在才后知后觉，那只不过是恋爱脑的自我催眠罢了。说起来挺可笑，以前我一直嘲笑新川恋爱脑，为了张云欣居然甘愿放弃大好前程。现在想想，我和他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没再和新川说太多，利落地挂了电话。随后，我找到了新川停在固定车位上的车。我专程过来找他，当然不是只为了给他送件外套这么简单。我真正的目的是想在他脑门上装个摄像头。就对在他脑门上。我用备用的车钥匙开门上车，然后掏出我逛了2个小时好不容易才买到的神器——双摄像头的行车记录仪。这款行车记录仪和新川原本装的是同一个牌子，外观也几乎一模一样。唯一的区别是，它既可以看到车前的情况，又可以拍到车内的动静。再加上录像云端绑定的是我的手机号，也就是说，我随时都可以看到车里发生了什么，简直完美。新川平时开车谨慎，从买车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根本不会主动去摆弄这个行车记录仪，更不会发现我在这里做了手脚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和新川和张云欣在车上有什么亲密的举动，或是说了什么能够证明他们之间有不轨关系的话，都将成为我在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。最好他们能够亲口承认在我水里下药的事情。到时候我不但要他净身出户，还要把他们送进监狱。换好了行车记录仪，我开上自己的车准备离开。然而我刚驶出他们公司的停车场，就在街上瞥见了一抹熟悉的身影。张云欣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想起新川告诉我，
他们公司和张云新的团队有合作。难道这话是真的？张云新是过来工作的吗？可是看张云新穿的也不像是职业装，一袭白色缎面长裙，手上拿着香奈儿小包，倒像是来走红毯的女明星。我忍不住好奇，想看看她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新川公司附近。于是我又找了个地方把车停下，偷偷往她的方向跟了过去。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，感谢收看。